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李沁單身原因終於弄明白了，龔俊說喜歡他。娛樂圈裡從來不缺俊男美女，但真正能讓人反覆討論、意難平的未成之緣卻並不多。李沁和龔俊恰恰就是這樣一對。那一次同框之後，關於他們的猜測、剪輯、拉郎視頻在網絡上鋪天蓋地。鏡頭裡，一個清俊溫柔，一個陽光明朗，站在一起，仿佛偶像劇自帶濾鏡。很多人都篤定地說一句話：這倆人8成要成。雙引號。可現實卻偏偏沒有往大家期待的方向走。龔俊公開表達過欣賞，話不算露骨，卻足夠真誠，而李沁卻選擇了沉默，甚至被部分網友解讀為直接無視。於是爭議來了，有人替龔俊覺得可惜，有人替李沁覺得委屈，也有人開始揣測李沁為什麼一直單身。其實答案從來都不複雜，只是很多人不願意承認。他不是不心動，他只是更清醒。不可否認，在某些公開場合裡，李沁看向龔俊的眼神確實溫柔得讓人心跳加速。那種不經意的目光停留，那種禮貌卻不疏離的微笑，很容易讓人誤會是不是差一步就能走近。但成年人最殘酷的一點就在於，心動和選擇從來不是一回事。李沁不是沒有感情，他只是不會被情緒牽着走。他在採訪中多次提到自己是一個慢熱、理性、極度需要安全感的人。他看重的是長期穩定的陪伴，是精神上的契合，而不是一時的火花。所以，即便龔俊年輕、帥氣、有話題度，在很多人眼裡是優質男友模板，但在李沁的世界裡，他未必是那個對的人。漂亮和優秀從來不是他的全部籌碼。了解李沁的人都知道，她並不是靠戀愛感吃飯的女演員。她一路走來，角色跨度大，口碑穩，既有古裝的清冷氣質，也有現代戲裡的生活質感。她對事業有規劃，對自己有要求，對人生有清晰的邊界。正因為如此，她在選擇伴侶時反而會更加謹慎。不是長得帥一點，腹肌多一點就能輕易走進他的人生，不是當下話題熱、粉絲多就能成為他未來生活的組成部分。有網友說得很直白，李沁這種人一旦談戀愛就是奔着結婚去的，他不會輕易開始。雙引號。小年輕不是貶義，而是階段不合。網絡上關於龔俊太年輕的說法常常被誤解為偏見，但真正成熟的人都明白，這並不是否定，而是現實。年輕意味着可能性多，也意味着不穩定。年輕意味着事業上升期，也意味着生活重心並不在成家。對李沁來說，戀愛不是消遣，而是人生規劃的一部分。他要的不是轟轟烈烈，而是細水長流。所以即便再般配，即便站在一起再好看，如果人生節奏不同，他也會選擇止步。網友的聲音其實早已給出答案。在相關話題下，有不少網友的評論比任何分析都更清醒。他不是看不上誰，他只是太清楚自己要什麼。雙引號。能拒絕龔俊這種條件的人本身就很強大。雙引號。李沁不是不想戀愛，是不想湊合。雙引號。成年人的克制才是最高級的溫柔。雙引號。當然，也有替龔俊惋惜的聲音。龔俊真的挺真誠的，被無視有點心疼。雙引號。如果換成別人，可能早就答應了。雙引號。但更多的人最終選擇尊重，尊重一個女性在感情裡擁有選擇權與拒絕權。所謂金童玉女，不過是觀眾的投射。說到底，
般不般配，往往是旁觀者的想象。我們習慣把美好的畫面當成愛情的前奏，卻忽略了真正重要的東西：三觀、節奏、未來規劃、生活方式。李沁沒有回應，並不代表冷漠，他只是用最安靜的方式守住了自己的邊界，而這恰恰也是他最迷人的地方。真正讓李沁選擇沉默的，並不是龔俊。很多人把這段未成之緣的焦點放在龔俊身上，仿佛只要分析清楚他夠不夠好，就能得出答案。可事實上，真正決定一段關係能否發生的，從來不是對方夠不夠優秀，而是自己是否已經準備好為一段關係付出人生成本。李沁顯然很清楚這一點，他不是不渴望親密關係，也不是對愛情失望。恰恰相反，他太明白愛情真正會帶來的改變。時間會被重新分配，生活的重心會發生偏移，情緒會被牽動，人生的選擇也不再只屬於自己。而他現在正處在一個高度自洽、穩定、獨立的階段。在這樣的狀態下，任何一段感情都不只是談談看，而是需要足夠確定的答案。一個成熟女人最難得的是不被起哄左右。娛樂圈有一種很微妙的壓力，叫做大家都覺得你們該在一起。鏡頭、剪輯、音樂、彈幕、熱搜，共同製造出一種氛圍，仿佛不順着這條路走，就是辜負期待。但李沁偏偏是那種越被起哄，越會冷靜下來的人。他沒有順勢營銷，也沒有曖昧回應，更沒有借話題提升曝光。他選擇的是最低調、最不討好的方式沉默。有網友一針見血的評論說，他不接這個球，本身就說明他不是戀愛腦。雙引號，在這個連普通人談戀愛都容易被外界意見裹挾的時代，一個女演員還能如此清醒，本身就很稀缺。看起來很甜，不等於適合一起生活。很多人喜歡用眼神拉絲來判斷感情，但真正經歷過親密關係的人都知道，眼神裡的溫柔解決不了生活裡的瑣碎。好看是一種短暫的愉悅，合適卻是一種長期的磨合。李沁需要的不只是被欣賞、被喜歡，而是被理解、被尊重、被承接。他需要一個能在他疲憊時不打擾，在他猶豫時不催促，在他堅定時不拖後腿的人，而不是一個需要他為對方讓步節奏、調整計劃、遷就階段的人。這並不殘酷，這只是現實。網友逐漸從意難平走向理解他。在最初那段時間，評論區確實充滿了替龔俊鳴不平的聲音，但隨着時間推移，輿論的方向慢慢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這不是誰拒絕了誰，而是兩個階段不同的人，沒有強行交匯。有一條高讚評論寫道，他沒有吊着他，也沒有消費他，只是清清楚楚地保持距離，這已經是最大的尊重。雙引號。還有人說，真正傷人的不是拒絕，是給希望又不給結果。李沁反而很體面。雙引號。這些聲音的出現本身就說明公眾對女性情感選擇的理解正在慢慢成熟。李沁的單身其實是一種篩選機制，在很多人眼裡，單身是一種狀態，但在李沁這裡，單身更像是一種選擇。他並沒有把戀愛當成人生必修課，也沒有把婚姻當成安全感來源。他用單身篩選掉那些不合適的期待、不成熟的投射以及不必要的消耗。他的生活是完整的，他的精神世界是自足的，所以他不需要靠任何一段關係來證明什麼。正如一位網友所說，他不是沒人要，是誰都不能隨便進。雙引號。而龔俊也不該被定義為被拒絕的一方。同樣值得一提的是，龔俊在這件事裡並不需要被過度心疼。
欣賞被看見已經是一種肯定。沒有結果也不代表失敗。對他而言，這段經歷更像是一次真誠的表達，一次體面的收場。沒有糾纏，沒有拉扯，也沒有消費彼此。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兩個人都保持了足夠的分寸與尊嚴。我們之所以反覆討論，是因為投射了自己的期待。說到底，為什麼這段關係會讓這麼多人念念不忘？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他們滿足了大眾對美好愛情的想象：好看、乾淨、沒有緋聞、氣質相近。但想象終究只是想象，真正的愛情從來不是給別人看的，它是兩個成年人在現實中做出的選擇。而李沁已經做出了他認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結尾，他不解釋，是對自己最大的負責。李沁沒有出來澄清，沒有回應猜測，也沒有給任何官方說法。但這恰恰說明，他並不需要被理解。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承擔得起結果。他的單身不是遺憾，而是底氣；他的沉默不是冷漠，而是清醒。至於般不般配，或許從來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始終沒有違背自己。那麼最後，還是把問題留給你：如果你是李沁，在那樣的階段，那樣的位置，你會怎麼選？或許答案早已寫在他的選擇裡。結語：他單身不是因為沒人追，李沁的單身從來不是因為選擇少，而是因為他足夠清醒，足夠自知，足夠尊重自己的人生。他不急不慌，不被輿論裹挾。他知道真正適合的人不需要熱搜，也不需要猜測。至於恭俊，欣賞是真誠的，錯過也是體面的。有些人出現是為了讓我們確認標準，而不是走到最後。那麼問題來了，你覺得恭俊和李沁真的般配嗎？或許答案不在他們身上，而在我們如何理解愛情本身。